赛手们快速加油！梦想就会存在，胜利大门让我来打开。来吧 ，Flash 的加油 ，Flash 的加油，历史登山手们快速加油，弯弯曲曲，三边跳跃，闯过重重障碍，超越对手。每次比赛技术交流，建议奋斗，一战身手，为争取胜利。梦之队的江川、林刚和叶岩到东方场馆参加 F1 遥控赛车新人赛，凌云也参加了比赛。最后，江川用其出神入化的技术胜出了比赛。凌云不忿，私下用哥哥林峰的名义向江川下了挑战书。梦之队三人到闪电队应战，林峰和江川不分胜负的同时冲向终点，两队成员成为好朋友。重新认识梦之队。好困啊！小云，快点，要迟到了。往那边飞。哎，是遥控飞机。喂，这是遥控滑翔机。哇，原来是王毅和周明明玩的。这玩具飞机飞得好稳定啊！用气流平衡的滑翔机，你没有玩过吗？用气流平衡？是石磊，怎么了？不用上课吗？最近我不想上课，这种天气最适合玩遥控赛车。石磊说的对，今天确实适合玩赛车。石磊，听你一说，马上就要去玩赛车了。小云要上课了。石磊。什么？谁要请假？请假去玩赛车？你们疯了吗？说说笑也可以吧，就算请假一天也没什么大不了。好吧，这样看来，你们对今天的赛车交流会是没有兴趣了。是啊，今天是赛车交流会啊！差点忘记了，海发呆，还不快点跟我去上课？好，交流会一定很好玩的。等一下，交流会，赛车交流会是什么？你们想知道就去上课吧。好，我上课。各位同学，今天有课外活动，提早下课。下课了，各位同学可以去赛车交流会。原来赛车交流会是个课余活动。没错，等会还有 F1 遥控赛车比赛。咦，怎么没人呢？我们来早了，现在是午饭时间，等一下就人山人海了。把玩遥控车当做课余活动，只是玩车的人参加吗？当然不是，学校里有很多社团，为了各社团之间的交流，就用 F1 遥控赛车做交流会的主题。原来是这样。哇，在东方遥控赛车场搞课余活动，真厉害！那是什么东西？好像跟平常的跑道不大一样啊。哇，是个回旋赛道，谁设计的？交流会不是正规的比赛，所以大会会设计一些特别的赛道，给参赛者们玩一玩。不过这赛道看来不是玩的。哇，真的是太刺激了！什么人会参加这个比赛呢？交流会只是让大家玩一玩，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，
还有每个社团都会拿出自己特色的遥控赛车。不如我们到处走一走，看一看那些赛车很有趣的。好的，我们就好好的看一下吧。走吧，小云。小云，到这边看看。全都在这里了，进来看看。这是田径部的。啊，特大后轮推动，就像百米赛跑一样。哇，那不像鱼骨架的，一定是游泳部的。应该就像海豚一样，跑起来就减少很多空气阻力了。不过这两部车是经不起撞击的吧？对。哇！哇，这部赛车更不切实际。哇，这个又是什么部啊？肯定是烹饪部的，确实有些夸张。这够搞笑的。哇！时间还早，电脑部的同学先参观吧。是江川。记住，比赛开始时就要集合。嗨，江川。嗨，原来是林云和林峰，你们也来参观交流会啊？那当然，我们不会错过任何一场 F1 遥控赛车比赛的。不过今天我是代表电脑部参观，要照顾好师弟和师妹，没时间比赛了。真可惜，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，我还以为可以跟你一起比赛呢。你一定不会失望的，梦之队不只有我一个队员哦。你说的是林刚和叶岩？对，他们报了第一场的比赛。来了来了！交流会遥控车赛第1场比赛开始了。是梦之队的人。这一场虽然是非正式的课余活动，不过也有很多好手参与。当中豪大队全部参加，还有是新转校武术部的叶岩和体操部的林刚。叶岩和林刚都是梦之队的队员，实力相当，已经抛离其他赛车很远了。好快呀！赛车跑得真稳。他们2个人的实力确实不错。他们想表演花式。哦。叶岩的火焰号和林刚的钢炼号动作一致，简直是武术和体操的双人表演。他们上回旋赛道了。天哪，过了，对他们根本没难度啊！叶岩和林刚超很多赛车1圈了，他们这一次应该赢定了。以为快我1圈就能赢定吗？哼，做梦！你们2个先按照计划，我来教训他们。是。瞬间加速！瞬间加速！什么？落后1圈才有瞬间加速？好了，首先给我包围他。明白。豪大队的人在干什么呀？原来豪大利用最后1圈的赛车和后上的赛车包围火焰号和钢炼号。天哪！林刚和叶岩的车被前后左右6车包围，完全没有空位走动啊！豪大这一招又卑鄙又有效啊！乖乖待着吧，第1名是属于我的。豪大超车了！豪大，你很卑鄙，老是耍些阴招。豪大这一招跟豹围队常用的是同一方法。那是因为豹围队太有名了，大家都喜欢学他们。不过，只是模仿，没有经过消化，是不可能用这种3脚猫功夫打败我们的。什么？来吧！叶岩的火焰号突然将右方的赛车逼向围栏了。围栏是没空位的。我不需要空位。原来是这样。叶岩用火焰号的重量压停右方的赛车，后面的赛车也跟着停下，1车牵制2车呀。
这就是武术中的千斤坠和以力制力。力拒下盘，千斤不动。哦，中国的武术居然可以用在赛车战术中。什么？叶岩使的是战术呀！林刚的钢炼号有空位超车了！没用的，4对1，给我好好待着！啊！怎么会这样？钢炼号又被前后左右包围住了！哈哈，想逃出我们的包围，除非你的赛车等翻跟斗了。林刚翻跟斗，好吧，看我的。啊！钢炼号突然亲侧车身，想怎么样？不可能！那是什么招啊？那是我们以前用的刀片超车的招式。不，刀片超车要在快速下才能使出，林刚却可以在慢速下使出。对，这个就是男子体操单杠中的单臂大回环。单臂大回环。对，没错。单臂大回环需要惊人的臂力和平衡力。林刚以单臂大回环的道理变成赛车招式，要经过长期的研究，不断的苦练才能成功。把武术和体操融入赛车，厉害！钢炼号脱险了！呵呵，火焰号也向前冲了。比赛已经进入到最后关头了，就是叶岩和林刚奋力追逐浩大的赛车。真是没用，6部车也困不住他们。不过太迟了，终点就在眼前，就算他们会飞也追不上来了。林刚还是要看你的。好的，明白了，这一次就看我的吧。瞬间加速！啊，距离太远了。对，就算用瞬间加速也追不上来的。林刚还有其他的招式。你这笨蛋，明知道追不来也死命的拼，不怕被人耻笑吗？那就看谁先笑吧。单臂大回环加3周半专题。什么？啊！啊！林刚出现了！啊！怎么会这样？老大，看路！比赛结束，林刚获得冠军，叶岩获得亚军，这真是一场十分精彩的比赛呀！林刚和叶岩是新晋的高手，耶！真是恭喜你们拿到冠军。没想到他们的手段真是够卑鄙的。江川，梦之队真厉害。江川，你是我竞争的目标。恭喜！厉害呀！武术部和体操部我也想加入。好呀，不过武术部的训练非常的严格，早上5点钟就起床训练。不会吧？5点钟就起床？那我就进体操部好了，不用一大清早就起床吗？哼哼，那倒不用。不过晚饭后要训练5个小时。晚饭后要训练5个小时，那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了。你们跟林刚和叶岩不同，他们从小就这样练习，要帮助提高赛车的技术。还有更重要的呢。更重要的是什么？在武术中，需要冷静地观察对手的动作，做出准确的预测，后发先至，有勇气才一随招走。体操也是一样，勇气其实是很重要的。勇气，在你表演时不要害怕失败，要把内心的恐惧赶走，勇者无敌。内心的恐惧，你们是因为具备了这种勇气，所以才能在比赛中做出了那么高难度的动作，对吗？跟你们比起来，我们还差得远呢。喂，刚才为师大意，再来一场吧。啊？
奉陪。可以啊，你喜欢的话随时奉陪，直到你尽兴满意为止。哼，好大的口气啊！喂，大家听着，是。我们豪大队要提起精神招呼他们。等一下，你们那么一大堆人对2个人，也太不公平了吧？说得对，我们2个要加入。啊？什么？老大，别担心，我们有秘密武器呢。这帮自不量力的家伙加入他们没关系的。是啊，好吧，你们就一起上。嘿，咦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！赛车交流会的比赛在协商下再进行，开始。这一次，林峰、凌云和林刚、叶岩4人组合对豪大的7人赛队，太精彩了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比赛真是太激烈了！经过一轮争执之后，豪大队用尽一切手法，竟然将4人分开包围了，实在是意想不到啊！豪大的赛车竟然装上了金属刺，要是被那辆赛车撞上的话，我们的车一定会坏掉的。交流赛嘛，就是可以自由改造的嘛！可恶，总是利用卑鄙手段损坏别人的赛车来赢得比赛，简直是完全没有体育精神。啊，都被包围住了，根本就逃不出去。嘿嘿，你知道的太迟了。在武术中，需要冷静地观察对手的动作，做出准确的预测，后发先至，有勇气才一随招走。后发先至，一随招走。好，我就拼一下吧。什么？凌云他？雷鸣号居然可以在空中滑翔！什么？哥，我融合武术和滑翔机的原理做出来的。太好了，小云，下面轮到我出场了。来吧！在你表演时，不要害怕失败，要把内心的恐惧赶走。勇者无敌，勇者无敌！啊，火影号超车了！我跳得不错吧，小云？完全没有问题。跳得漂亮。凌云、林峰都是好样的。你们听着，无论如何都要把梦之队干掉。啊，豪大队的目标转到林刚、叶岩是铜墙铁壁，林刚、叶岩怎么应对呢？卑鄙，又是这一招。林刚这次要出真功夫了，让他们见识见识梦之队的厉害。好，那你先上吧。好。陨石流言。啊，危险！哇，是人车合一！怎么会这样？叶岩一招陨星流言，火焰号就像巨大的陨石一样冲开车队。看来我要亲自动手了。
瞬间加速。哇，居然两车对峙啊！哦，纯金钢器！刚炼后的钢器发威了。啊！纯金钢器，江川，你的队员很不错。叶岩和林刚也可以人车合一，厉害呀！林峰、凌云、林刚、叶岩四车冲线，不分胜负。你们的领悟力实在太好了，把我们都吓一跳。别这么说，真的很感谢你们教了我们很多东西。林刚、叶岩，下次我们也就是你们的对手，和你们决一胜负。比赛如果遇到你们的话，梦之队不会手下留情的。闪电队也不会手下留情的。好，嗯。